右侧是一个鱼塘啊，这是大夫山悠然钓鱼场。现在我来到了右侧就大夫山森林公园的南门，而我的左侧呢就是横江村啊。这里有个牌坊叫南双玉村，这来的比较少啊，好像也来过吧。沿这条小河帮啊，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。原来这边已经到了这个南山古庙了，这个就是南山古庙啊。嗨，大家好！今天这次外出骑行啊，回到广州杂事比较多，来了一些国内外的亲友。今天刚刚把人都送走了，又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状况吧。现在已经到了9月1号了，按理说北方已经进入到秋凉的时候了，但是广州你看啊，依然是33、34度的气温，阳光灿烂啊，完全是盛夏的感觉。天气虽然炎热啊，但是比起最热的那些时候啊，已经稍稍好了一些，而且已经少了一些那种非常湿的感觉了啊。虽然热，但是还是比较干爽。今天是上班日，村里还是有那么多车停着，而且你看一看啊，停着的车大部分都是蓝牌子，因为一出门就得灌油，灌油就费钱，所以很多人你看这种蓝牌子的车都停在村里，不往外开了。上下班的很多都是电车代步。最近出市区啊，主要怕晚上回来还听不到车，所以呢，我很多次出门都是打车来回的。就以前我用那种滴滴车用的比较少，但最近从祈福新村打车呢，好几位都是家住在祈福新村的年轻人，就跟他们聊了一聊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是开着那种绿牌子的新能源车，就是电动汽车。因为没有别的理由，就是你如果一天要跑很多路的话，就比较省钱。再加上呢，新能源挂牌呢，好像不用钱啊，那又可以省下一笔。那主要的原因呢，当然就是他们用它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。有些人呢是专职跑滴滴的，就是一天从早到晚都在路上，就跟出租车是一模一样的。但也有一些呢是下了班，或者他是一个弹性工作时间啊，他有空就在外面跑，因为他可以随时接单。那么跟他们聊了一下，就没有聊他们的收入，而是聊他们的
电动车啊，这个汽车的一些状况。那一般来讲呢，他们买的大部分都是那种10来万的，相对比较经济。充满一次电呢，大概可以跑个400来公里，但有时候还不一定跑得到。但是一天他们也就是跑几百公里吧，所以基本上还是 OK。那大部分人呢也没有能力自己装充电桩，因为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停车位嘛。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他们就是需要在外面快充。一般听他们讲，大概40、50分钟就可以充满。那你要充个这个5、6成、7、8成呢，你有个20、30分钟也就够了。所以他们觉得充电还并不是一个大事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晚上能够去到一些不用停车费的充电桩去慢充的话呢，那是相当便宜的啊，因为半夜都是半价用电，所以就这么搭滴滴车呢，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。还没有出村呢，我的坐管就松了，就会突然向下滑落。相信呢有个螺丝还需要紧一紧，但愿这一路上不会有大的问题吧。刚刚说到啊，就是打滴滴车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当兼职或者专职的这种网约车的司机，买一台10来万啊这种用电的汽车，然后呢到处载客，但是跟我搭出租车的体验还是有点不同啊。就他们这个平台可能管理也比较严格，所以从服务用语到这个谨慎驾驶啊，都还做得相当不错的。因为毕竟这个车也是他们自己的爱护，不会像那种开着公家的出租车在那个地方乱窜、超速等等，就相对还比较安全。当然在可能情况底下，他们也会把速度开到限定速度最快的那档。当然在一些可能他们有经验啊，没有什么监控地方呢，也会开得飞快。而且竞争激烈，经常有时候你可以打车叫到那种一口价，就是这样的，就也不需要绕路，他也不需要拖延时间，因为不管开多久，把你送到目的地呢都是一个价格。那我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，因为人都这样啊。如果在利益上面没有更多的可能性的话，他们也都会比较老实的按照规矩办啊，而且尽可能安全、快捷的把你送到。今天这门还开着呢。好，现在呢我已经骑出吉普新村天湖居的车门了，又来到了这条莲花山道上。
骑过了一段无聊的山道，继续在这条莲花大道上骑行。今天还是很轻松就骑上了这条山道的坡顶了。经过左侧这个叫听根村的村庄了。右侧是一个鱼塘啊，这是大夫山悠然钓鱼场。今天还是有一些人在树底下垂钓。今天我想走一条和平时不一样的路，从这边呢直接转到宜山西路上去骑单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宜山西路上了，这条大马路一直向前就是大夫山的南门。
现在我来到了右侧就大夫山森林公园的南门，而我的左侧呢就是横江村了。以前都去转过，今天我们就一路向前吧。前面呢是东兴高速的一个路口啊，但我肯定不能上高速，我还得一直往前去才行。这里有个番禺区健康管理中心，从来没进去过。这里有个牌坊叫南双玉村，这来的比较少啊，好像也来过吧，到里面去看看。番禺这种农村啊，实在是太多了啊！我都去了很多的村庄，但是还是有一些陌生的，像这个我就似乎没怎么来过。村头的一条马路也看到小的商店。现在呢，我在这条村里骑行，我是想要去到四桥水道边上去，其实再过去应该就平山村了吧。这已经是在村里的小道上骑行了。前面有高铁的高架线路，这条小路还没有完全开通的感觉。
这里应该以后会变成一条马路啊，但现在应该都还没有建成。算了啊，我还是掉头走现成的马路吧。虽然没有找到一条去到大马路的路啊，但是在村里这么走走也不错。农村呢，虽然都是差不多的样貌啊，但毕竟呢都是有绿色，有些乡野的气息啊。就没事在这样的田里、村中走走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这条路好像稍大一些啊。在周边骑行呢，就是无的放矢，随意的骑行，骑到哪算哪啊，就骑了差不多的距离，就打道回府。南山公园双坑新村长堤西路，长堤西路就应该可以去到市桥水道边上了。南山公园，这好像有条路哎，这个地方肯定没有来过。是一个不错的村民公园。左侧就这个南山公园，应该这个村庄的一个公园啊，边上还有路，我们就继续往前骑一下。村民们真的，一点点的土地上都种了不少的菜啊。这里有一条河沟啊，也整理了一下。对面也有他们保留的一个，应该是池塘吧。西港顶街，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但是还有小路可以去，那我们就去往前走吧。哦，哎，这个右侧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水塘。
沿这条小河帮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。这边不少的水塘，应该都是养鱼的吧。原来没有路了吗？赶到七张的村民家里了。终于出了村了啊！这里是一条大路了。好，现在我切出环村路啊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水道了。原来我已经来到了沙堤路上了。原来到了这里了。无为而治啊！随意的骑行已经来到了这边应该平山村的边上的。我到这边我就想起来了，就我的反方向，如果倒回去骑呢，就一直可以去到圣石河，然后就是南站方向啊。对面呢这条路呢就是另外一个分岔了，就在我的对面。这里有个信号灯的地方呢，就是龙府冲了，是另外一条河了。就平山冲从这边开始，和对面这个龙府冲一直汇成一条，变成四桥水道。原来西的我走骑到这儿来了。这边有更清水的小道可以骑行。这边开始呢就四桥水道了。今天水还比较满，碧绿，感觉很不错啊。原来这边已经到了这个南山古庙了，虽然是一个新的仿古建筑啊，但是它传承的肯定还是以前的文化吧。我们到这边来歇一歇。哎呦，放那么多的桌椅，那么多的旌旗，前面有个香炉啊，大家还都会在这边拜一拜。这边来过不止一回了，地上拜的这些神仙，这里面空荡荡的，拜的是观音吗？
看来还是有人管理，或者有信徒专门到这边来烧香的。这个就是南山古庙，这边有一个重修碑记，2011年重修的。边上呢还有这么一个平台，在这边可以看看江啊。其实这边是看赛龙舟的最好地方。这个就是南山古庙啊。那好吧，那我今天呢，也就是从家里随意的出来骑车，通过一座乡村，叫，我也忘了那个村子的名字了。刚刚从这个村里出来，结果呢就来到了这个南山古庙，在这边呢略事休息啊，看看江，吹吹风，喝点水。那我就把这一段呢当做我今天分享的第一段的骑行吧。谢谢大家跟随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